怎么可能？天科的经营情况一直是天字号里最好的。我昨天算出来的时候也觉得不可能，所以我就重新核查了一遍。天科现在的负债率啊，的确达到了123%。天科资不抵债了。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。走，去趟天科。负债率从去年年中就开始逐渐提高了，今年第1个季度的负债率已经达到了82%。上个月又多了3笔总额达1.1个亿的借款，这负债率直接飙升到了123%。那有没有可能是天科不想合并，故意做高了负债？不太可能，因为这些借款呀，都发生在集团宣布合并之前，是有合同可查的，也有银行记录。那这3笔借款中，其中1笔呢，是我们集团的承包公司借的，这是做不了假的。至于另外2笔呢，来自同一家担保公司，相隔时间不到半个月。第1笔借款的抵押物是机械设备，第2笔的抵押物是群星广场的房子。但是这个群星广场的房子呀，还没有交付，只是群星集团跟天科签了一个抵房的合同。你看，所以我觉得这2份借款合同有点奇怪。所以你怀疑这是左手倒右手的虚假贷款？查了没？财务上倒是没有发现明显的痕迹。如果说他们走项目的话，这我查不出来。项目我来查。这么多项目，你一个人查不过来吧？要不让集团派人来？前年年底审计过一次，那次审计比较严格，应该不会有大问题。我主要是查从去年到现在的，如果要有，也是在这期间里走的。红梅，你再查查人事方面，看看有没有吃空饷的。天科亏损这件事情非常严重，会直接影响到天字号的合并推动。在事情没有查明之前，大家千万不要外传。你闹我面干嘛？我还没吃完呢。这都泡烂了，还吃啊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怎么查不出来？什么怎么做到的？别跟我装了。
你是怎么把天科做到亏损的？就是亏损了。我不相信，天字号里谁都有可能亏损，唯独不可能是你。苏总，你太高看我了。夏明，我还没有报告给集团，现在还可以往回走。我要是报告给集团了，那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你去报吧，真的亏损了。我就这一病，本来埋着的雷全爆发了。先是分包商挤兑，然后资金链断了，项目都差点停工了。群星广场，我们颠覆了太多资金，全是借来的。我不相信。我也只是个人，又不是神能点石成金。如果我报告给集团，你就得出去了。你一定会出去的。我设想的天字号合并以后，是由你来担任总经理。没有你，天字号没有灵魂。我怎么可能做天字号的灵魂？从来就不是。再说了，我不想去集团。如果我要去，当初董事长让我去的时候我就去了，何止于等到今天？你赶紧回家休息吧，集团乌烟瘴气的，不值得你这么努力。夏明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天科真的资不抵债了吗？真的。你怎么来了？谢谢永波啊！那有事你叫我。哎，谢谢。您客气啊。怎么了？我听永波讲，苏晓在会议室待了2天了，怎么样啊？你就这么放心不下你天科呀，黄总？没事儿，都在我计划之中。真的没有事情啊？熟悉吗？天科以前多少事情，全都坏在他的手里。真没事儿，这回肯定坏不了。这是天科最后一次的机会了。如果还要砸在他手里，我恨他一辈子。至于吗你？这么疑神疑鬼的，还专门跑一趟跟我说这个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
我想了一下哈，这造假无非3种途径。第一种就是虚假合同，降低存款；第二种是财务报表作假；第三种是项目造假。你看咱们核对了一遍又一遍，也没查出什么来。我觉得是不是天科真的亏损？夏明，他一定是用了很隐秘的办法，一定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办法。我就有点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你认定夏明作假了呢？作假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好处？我不知道作假对他来讲有什么好处，我要是知道了，就能猜到他用什么方式了。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把他妖魔化了？那是因为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。这么多年，我跟他打过无数次交道，每回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我要不在他的坑里，要不正在通往他挖的坑的路上。我现在有种感觉，建筑公司的无形资产本来就很少，3年前天科的财务报表里多了这么一项土地使用权，所以想来问问你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块地的折算价值很低，所以很巧妙地避开了审计的深度核查。但这块地的面积却很大。面积大又怎么了？这就是块荒地。前几年有个棚户改造项目，基本赔钱做的，所以业主就把这土地使用权抵给我们当尾款。后来空着也是空着，我就雇了附近的几个农民种了点有机蔬菜，劝人家搞个会员制。客户也都是公司员工跟熟人。你也看到了，收益就那样。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补上项目的亏空。为了这点钱，你还挺费心的。那不然怎么办？沾手里也处理不掉。不过，他种的蔬菜确实挺好吃的。喂，夏总，工地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？来了一帮流氓。哎，喂，你干嘛？住手！喂，我得去趟工地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有流氓在天科的工地闹事儿。目前来看，天科和盛世担保公司的借款是真实发生的，也没有发现左手倒右手的痕迹。但是什么？这家盛世担保公司的法人叫做崔少辉，绰号崔哥。黄丽玲以前有提过，董事长有没有印象？没有啊，一点印象也没有啊。我查看了一下，黄丽玲以前经常找这家担保公司周转做过桥贷款，10几年的生意往来，这点交情应该是有的。我明白了。苏乔，你去跑一趟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都是些老流氓，苏小一个女的去不合适，还是我去一趟吧。不着急，让他先去探探底。
不行你再出面。前不久我去过这家担保公司，和那个崔哥打过交道。要不然让赵鹏陪你去一趟吧。不用，不用赵鹏，何从容，你跟苏晓一块儿去。你到那儿首先要搞清楚他们真实意图是什么，特别要搞清楚他们是不是一伙儿的。怎么了？你总是说我想多了，现在看见了吧？天科还归我管呢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苏晓现在是改革小组组长，正在天科尽调，第一时间知道也没错。那他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，直接报告董事长呢？也可能他疏忽了，回头我提醒他一下。老谢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想告诉你，不是我想多了。我说我要去工地，不让我去，行，没问题啊。我说让赵鹏陪着苏晓去，还是不行啊？改革小组的副组长一起去有什么不行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什么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何助理和苏晓一起去啊？你说为什么？你别给我装糊涂了。别人不懂，你还不懂吗？集团里最了解董事长的就是你。明宇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盈海是我们大家的，不只是你的，也不光是董事长的，盈海是我们大家的。我也想你好，他好，大家好啊。可是现在呢？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又会觉得我想多了。我只要我的钱。按照合同约定，债务方发现对方存在履约的风险，要求提前偿还，这在法律上是支持的。你敢说天科没有亏损？天科的基本面没有变，只是存在一时的流动性困难而已。哎呀，要把亏损说成一时性的流动困难，实话告诉你，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。就算你们天科现在手里有房，全卖了，也填不满你们亏损的大窟窿。来个痛快的，别口水来口水去的。行，那你说说，你想怎么解决？3天，你们集团还我8000万，还有利息。行不行？给个痛快话。我们集团有领导班子，有董事会，有股东大会，所有事情都要走流程。这是8000万，不是8000块。这一套流程下来，怎么着都要1个月的时间，3天肯定是不行的。那就没得聊了。崔哥，恕我直言，天科呢，在群星广场垫资太多，所以才导致流动性出现了问题。你现在在工地影响施工，只会让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发展，也会影响债务履行。你这相当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你特别能说，所以我也懒得跟你说了。自己看看吧，这是我昨天向法院提交的。